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沉香如薯片，杨紫遭遇公司强行撮合，诚意表现出色。杨紫在电视剧《沉香如薯片》中的表现经常受到大众的好评，不过也有观察人士认为，她可能是被公司强迫才与诚意共同出演本次演出。无疑，杨紫在剧中的表现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，但诚意在《沉香如片》中的出色表现也值得我们点赞。诚意凭借自然流畅的演技和抢眼的颜值，在众多演员中脱颖而出，受到了观众的喜爱。他在剧中的角色有着深厚的情感背景和复杂的性格特征，但他却凭借出色的演技，将这个角色生动地呈现给观众，让人过目不忘。诚意在剧中的表演有很多亮点，比如化身妖后舞剑的英雄人物、海边咆哮的豪情等，每一个场景都描绘出了他演技的精湛和精湛。这些高光时刻不仅令人难忘，更让人情不自禁地反复拉动进度条来体验他的精彩表演。至于杨紫在这次演出中是否遇到了公司强行撮合的情况，我们无法确定。但无论如何，诚意在《沉香如片》中的出色表现是不可否认的。他给观众带来了极其震撼、美妙的视觉享受。在《沉香如薯片》中，杨紫和诚意的表演都非常出色。我们应该欣赏两位演员精湛的演技，期待他们在未来的作品中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。《沉香如片》感人至深，人物迷人，剧情曲折。在看李莲花和诚意的《沉香如片》时，我沉浸在曲折的情节中。因为喜欢李莲花这个角色，所以迷上了这部剧。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，我几乎失去了耐心。一位热情的观众朋友及时出现，鼓励我坚持下去，并告诉我玄烨的出现是最精彩的高潮。我耐心地追到了第54集，终于见证了这个神秘人物的登场。我的心里充满了期待和兴奋，仿佛一层神秘的面纱即将被揭开。玄烨，英远的渣男父亲，以霸气邪恶的形象出现，如夜宵酒，醇厚而辛辣。他野心勃勃，以统一6界为己任。他目光远大，足智多谋，但命运却让他遇见了战神冉青，就像太极遇见无忌一样，顿时擦出了火花。本来他是打算利用冉青盗取神器来帮助自己称霸，但命运却并不如意。在冒险的过程中，他和冉青的关系日益加深，这就像一部无声电影。虽然我们听不到人物的声音，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内心的矛盾和挣扎。诚意饰演的玄烨形象迷人，长长的白发衬托着他冷酷的双眸，邪恶不羁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。他用绿茶般的方式撒娇装可怜，想尽办法，终于赢得了冉青的芳心。看到这里，我不禁佩服他的机智和演技。他对爱情的独特理解和坚定的决心，让人既感动又心痛。他对冉青说道：“你死不死，由我决定。”这句话充满了霸气和无所畏惧，展现了他对生活的掌控。然而，命运总是捉弄人。当看到冉青死在自己怀里时，玄烨一次次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进行轮回，希望能够改变这个悲惨的结局。然而，无论他如何努力，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冉青追求的是6界太平，而玄烨则为了一己私欲，想要扰乱6界。他们的目标和欲望相互冲突，最终无奈走不同的路，走向同一个目的地，一起毁灭。这样的结局很令人悲伤，但也让人感受到爱情的深度和伟大。也许这就是命运，两个相爱的人最终没能在一起。这让我对爱情有了更深的理解。爱情不仅是甜蜜和幸福，还可能包含着痛苦和遗憾。但无论怎样，我们都应该珍惜它，因为它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礼物之一。莲花楼探秘，诚意再次开启武侠世界，开启他的传奇人生。莲花楼讲述了四姑派门主方多维与10年未归的狄飞升的故事。方多兵原本是狄飞升的弟弟，却被背叛在狼牙山被奸人所害，被囚禁10年。狄飞升一直在暗中保护他，寻找内奸，调查事情的真相。然而出狱后，方多兵却改变了主意，失去了记忆。他误以为狄飞升把他关进了监狱，并想通过在武林中赢得各种名利来对抗狄飞升。故事的主线就是围绕这两个主角展开的，他们之间的纠葛越来越深，从误解到仇恨，再到最终的和解与救赎。在这个过程中，
还有很多其他角色也参与其中，比如方多兵的丫鬟香瑶、狄飞升的丫鬟梦莹等，他们的感情也经历了坎坷。除了剧情之外，这部电视剧还以其古朴典雅的场景、华丽精致的服饰、扣人心弦的打斗场面而受到观众的好评。同时，演员们的演技也非常出色，成功地刻画了各自角色的性格和情感，不仅让观众感受到古代武侠世界的魅力，更让人体会到人性深刻的挣扎与成长。剧情中，莲花塔的主人公李香怡，一个身世复杂的人物，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和挑战，最终实现了自我价值和成长。莲花塔的剧情设计很独特，随着剧情的进展，观众能感受到主人公李香怡从一个稚嫩少年逐渐成长为一代英雄。同时，剧中还有不少引人入胜的支线剧情，如奇遇、武术大赛等，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精彩的江湖世界。更神奇的是，剧情中的每一个事件都环环相扣，跌宕起伏，引发观众强烈的追剧体验。在莲花楼中，演员们的表演都可圈可点。饰演男主角李香怡的演员不仅拥有帅气的外表，而且演技也很强，将角色内心的挣扎和成长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此外，剧中的配角也各有千秋，他们或娇媚，或迷人，或坚韧，或柔美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正是这些演员的精彩表演，才让《莲花坞》成为一部备受好评的电视剧。莲花塔的成功与优秀的制作团队密不可分，从导演到编剧，从服装到道具，每一个环节都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心血。在场景设计上，制作团队巧妙结合古代与现代元素，打造出独特的武侠世界。在服装方面，他们注重细节，根据每个角色的性格和身份定制了一套独特的服装。着装风格、道具方面，莲花塔的武器和饰品都非常精致，为整个剧情增添了不少色彩。莲花楼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武侠剧，它还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。通过剧中人物的经历和成长，观众可以体会到生活的不易和珍贵。同时，莲花塔还传递着勇敢、正义、坚韧等积极的价值观。这些价值观不仅对年轻观众产生积极影响，对成年人也有启发。作为一部经典电视剧，《荷花坊》不仅有扣人心弦的剧情和出色的演员表演，更传递出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。正是这些特点，让莲花塔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。在观赏莲花塔的过程中，我们不仅可以领略绚丽的武打场面和迷人的人物形象，还能得到心灵的启迪和洗礼。荷花楼的播出，不仅是一部电视剧的诞生，更是一代经典传奇的呈现。荷花楼豆瓣评分 8.3， 受到央视好评。李莲花值得吗？近期备受瞩目的电视剧《莲花塔》豆瓣评分从 8.0 上升至 8.3， 成为暑期档电视剧中的一匹黑马。该剧的成功不仅在于它是近年来少有的古武木偶剧，更在于它在武打与推理、悬疑的结合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创作难度和独特魅力。近年来，武侠古偶剧逐渐受到观众的喜爱，但如何将武侠与悬疑结合起来，打造出一部既有热血武侠情怀，又扣人心弦的悬疑情节的作品，却是一个任务，相当困难的挑战。《莲花坞》是一部连续剧，讲述了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。莲花塔的推理和悬疑部分相当吸引人，每个案件都充满悬念和逻辑推理的乐趣。观众需要通过细节和线索一步步揭开案件的真相，每一个案件的真相背后都存在复杂的关系和情感纠葛，让人不禁深陷其中，难以自拔。莲花塔在武侠元素的处理上也做得非常好，武打元素不仅是用来渲染气氛的工具，也是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元素。剧中的武侠世界充满真实感，让人仿佛置身于真实的古武世界。武侠元素与推理悬疑的结合也让剧情更加丰富多彩，充满惊喜和亮点。除了剧情，荷花楼的制作团队也值得称赞。从服装到妆容再到道具的选择，每一个细节都体现了制作团队的用心和用心。尤其是打斗场面的处理让人眼前一亮，既保留了武侠剧的热血与激情，又没有过度夸张和虚假，让人看得非常过瘾。不过莲花塔也存在一些不足。首先，在悬疑推理部分，有些案件的设计过于简单或过于复杂，而有些案件的真相也依赖于人物之间的巧合和偶然发现，这无疑降低了推理的乐趣。其次，
在处理主角李莲花的设定时，我们过于依赖她的天才性格，而忽略了其他角色的成长和互动。结果很多时候真相并不是通过逻辑推理，而是借助人物之间的信息鸿沟来揭晓的。李莲花的金手指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感，但却让观众很难真正沉浸在剧情中。另外，案件中的人物塑造也比较薄弱，在很多情况下，凶手的动机和性格特征都被简化了，智力水平往往与主角相差甚远，导致观众很难对凶手的动机产生共鸣，让案件变得棘手，破解似乎太简单了。尽管如此，《荷花楼》依然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剧，尤其是原著中最出色的部分就是对侠义人物李莲花的刻画，这一点在电视剧中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和弘扬。李莲花从巅峰跌落，失去了力量和身份，参与奇案并不是为了任何功利的目的，而是为了消除仇恨，淡然的生活。这样的设定让该剧在武侠与推理悬疑之间找到了平衡点，也让李莲花这个角色更加深入人心。总体来说，这部剧虽然在表达上有些遗憾，但其对武侠里面的认真探索还是值得8.3分的。如果你对武侠和悬疑都感兴趣的话，那么这部剧绝对值得一看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